Hello，大家好啊，能听到吗？OK 啊，今天是2024年的最后一次直播了哦。我们2024年也做了好多次直播，对吧？那今天也是最后一次啊。那今天呢，大家看到只有我一个人啊，Rich 就没来了最近他比较辛苦，所以呢休息一下。那今天晚上也是准备了满满的价值给大家的啊。一开始新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你是哪里的老的朋友也是打个招呼特别是如果今年你是看了我们的直播或者是 YouTube 的视频有受益的得到好处的得到回报的那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这样的话，我们也鼓励一下，我们开心一下到了年底嘛，大家是在庆祝我们一年的成就那我们这一年也做了不少的一个直播对吧 ？YouTube 也拍了好多，基本上是每个星期一次的那最近我们的直播是少了一点上一次应该是3个星期前了还是希望大家是多点人来看。多点人的话，我们觉得我们的时间是这个花了值得的，大家有受益的所以你们如果有得到好处得到利益的话，也是分享一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哪一方面有哪些的收获那我们有更多的动力，在未来拍更多的 YouTube 视频啦，或者是这一个。做多点直播了有人说 miss me OK yeah 我也经常看到在直播里面一些朋友们当然了有些朋友们也进入了 GMT 我们在 GMT 里面是每个星期五都有见面的那一开始呢也是同样的如果今天晚上有1000个人来看的话到最后大家是可以问我一个具体的股票啦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了那不到1000人呢，就有点可惜了，是吧？所以把今天肯定也会是价值满满的直播分享出去叫更多的人来看。还有就是留到最后包括如果你可以把今天的直播分享到群组啦、Facebook 啦、其他的地方啦那我们年底呢，大家来一个庆祝多点庆祝还有刚才说到留到最底的时候其实不一定到最底的我随时觉得人数够多了蛮好的，我就会有一个礼物送给大家这个礼物呢也是准备了好久的这个星期也是一直在准备因为上个星期开始我一直也在做一些明年有些什么样的展望最近有一些什么大的事情在发生。那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大的趋势大的改变正在发生那所以呢也希望就是通过我的观察，通过我的分析有一个礼物送给大家所以随时会送给大家的，大家千万要留着也是叫多点人来，好吧 ？OK 那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做的一段的直播这个很快的回顾一下，看看到底今年我们的看法如何是帮助我们在投资方面有不错的回报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判断，我的一个看法Rich 的投资回报比我更好所以今天他不在我是分享我的那如果各位网友你们也有这个投资的回报或者是成功的、失败的都可以分享一下。好的，我们一起庆祝一下；不好的这个我们也看看哪里可以学到点什么东西那在4月份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当时觉得要分散投资。那我个人有一部分会在美股，有一部分在港股，还有一部分是黄金或者是黄金有关的因为当时我看到这个还是那个美元和美债的危机那我们首先检讨一下黄金我们其实一开始有提到黄金作为一个避险工具或者分散投资的话，我记得当时是黄金大约是1800美元左右
啊。后来呢，在这个 YouTube 里面拍视频讲的时候呢，大约是2100、2200美元左右啊。那到最后啊，它最高是涨到了2800碰了一下2800。但在2800的时候，我觉得当时呢我也有点这个获利离场那现在呢有大约是2600左右因为到2800，很多人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profit 一个利润在里面，也会有一部分的获利所以最近10月份的时候，央行又开始买黄金了中国也买了一点，但买的最多的是土耳其啦印度啦。其实大家现在都不太相信美元我们拍了几次说美元背后是空气啦，美元可能会贬值啦、崩溃啦、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啦受到大家的攻击和批评，说人民币怎么样？你觉得好像我说美元不好就一定是人民币好的一样这个逻辑有点怪怪的但是我们看到美元背后是空气所以呢，有些人不相信美元买了黄金，有些人不相信美元买了虚拟货币、比特币等等所以黄金今年是涨了30%。作为一个商品黄金本身是不会产生价值的，不会赚钱的，不会有利息的，所以黄金本身要涨30%的话用真金白银来计算的话，等于是美元贬值了30%。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对吧？美元背后是空气，但是黄金是用美元去买的，那也就是说大家是不要美元，要黄金去换黄金，所以黄金是贵了30%以上。美元今年是贬值了30%以上如果你用什么欧罗啦、日元啦、人民币啦美元很好嘞，那是因为其他的货币更烂、更加差 ，OK 不代表美元没问题，只是其他的货币更加差。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所以也不是说美元要崩溃了，美元要有危机了，就代表人民币会好大家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美元崩溃了其他的货币也会是更糟糕的因为其他货币背后最大的储备还是美元，所以在美元上面的东西是这个叫 derivatives 衍生出来的货币是更加的糟糕的那跟美元对立的就是黄金了 OK 那当然呢有些人不相信这个美元的话会买比特币那我个人我还是老一派的，跟巴菲特差不多的。虽然我有听过比特币啦，还有其他的虚拟货币啦背后的道理啦，或者他们所说的为什么比特币什么blockchain technology 啦等等的拿来做什么东西了那我还是比较保守一点就是能看到的，就算这个黄金不是放在我家里的，我还能摸得着的，对吧？比特币拿来干什么用？黄金可以最终拿来做首饰或者用在这个产品上面，还是有这个需求的。比特币当然你可以拿它拿来交易啦，什么什么了，对吧？但是比特币我们不会消费比特币的不会去用比特币的除了拿来支付啦或者炒卖所以呢，我还是比较有保留，相对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黄金的，也正是这样我没买所以呢我没买涨了好多了这个我也不觉得可惜特别是涨得最多的那一部分是特朗普当选之后，特朗普从之前打压然后拜登政府也是打压因为其实比特币是来挑战美元的，大家明白这一点，大家可以帮我写下来。比特币其实是挑战美元的 ，OK？ 那当然，美国央行啦、美联储啦或者美国政府啦不喜欢比特币的，因为这是会削弱他们美元的霸权的但是呢，特朗普突然之间我们看看他竞选背后给他钱的那些金主都是大量的买入了比特币，包括他本人也大量的买入了比特币，所以现在是带头整个政府带头用政府的力量带头把这个比特币炒上去所以到最后我都觉得比特币会涨，但是涨的理由就是大家觉得它会涨所以大家都去买，它就会涨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供应非常的少很容易被庄家我们叫庄家持有货的人
炒上去。特别是现在有好多的公司，我们之前也讲过，好多的公司通过发债，通过借款，那本来的供应就不多，你不断的去买的话，自然这个比特币的价格就会上去啊。所以我还是比较保守一点啊，这个钱不赚我也就那个 so what OK ，of course 大家要买的话就广东话叫唔阻大家发达了不阻挡大家去发达了 OK 当然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想法都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讨论的啊。那刚才讲到黄金之外还有中概股和美股是吧？那我本身呢我们去年年底开始我就跟 Rich 来分工，为了 GMT 的同学，我们要对他们负上责任因为这里是免费讲的，讲错了大家多多包涵，对吧？在 GMT 里面大家是付费来听的，我们对他们是有更大的责任，要做好功课不保证一定对因为没有人有水晶球但是呢，起码我们要做好功课，做了比外面的功课要多，不能随便乱讲所以呢，去年年底开始我就跟 Rich 分工，我是专注中概股、港股或者是美国上市的中概股或者是 A 股，那Rich 就专注美股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新加坡的导师，3位导师所以我们是对GMT 来说我们看全球的市场，但是我们一定也要专，因为不专的话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圈的话我们会做的没那么好那我个人是专中国的股票，在1月底的时候当时港股是跌到了最低的时候，人心是最恐怕的时候当时我就觉得国家队进来了所以真正的国家队有这个我们第一个提到的是在1月份。在最底的时候提到国家队进来了因为当时有几个事情发生了，我觉得没有那么巧合了一定是有点东西在后面了所以在1月份的时候，在 GMT 里面有讲到国家队进来会改变游戏的规则港股现在是最低的可以买的时候，就是好便宜的时候，对吧？那到了4月份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直播有讲到，我们呢也引用了 Ray Dalio 说现在是买中概股的最好的时机这个好巧跟我们讲完之后马上就涨了一波了现在看来好像不是很大，那是因为后面有一波是涨得更大的，所以4月底涨到5月中的那一个港股的升浪其实也不错了但后面还有个浪是更加大的那后边另外一个浪是8月25号左右的时候是8月25号的这个直播我们在 GMT 里面是更早一点有讲那在这个直播里面是8月25号讲这个过渡还有5大因素这个好的因素包括美国开始有降息了当时是还没有降息看到要降息了，那我们也推算降息会使到美元疲弱这是对港股都是好的，有5大因素当然这个5大因素已经是不成立了已经改变了所以之后我们也通知过大家但是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们也把握了所以大家这个不懂投资人有时候说你不是看好中概股的吗？我们是因时制宜，我们要客观，我们不要主观的对一个股票市场觉得好就永远觉得好下去我们要客观的看事实，看发生什么事情千万不要说你不是看好中概股的吗？有没有人听到或者有没有人这样在想七八八，你不是看好中概股的吗？对吧？我们8月份是非常看好中概股的那当时也是提醒了大家中概股港股有个大升浪结果9月中开始的那个大升浪哇大得不得了，比以前那个浪还要大我个人感觉这不是最后一个升浪还有升浪会来，但是现在是一个调整的时间 OK 那当然了整个大势好不错，大家都赚到钱，更重要的是在整个股票市场里面寻找我是寻找10倍股 ，Rich 是寻找强势股，分别就是10倍股的时间是更长的，可能赚几倍几倍的。强势股的话有可能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已经那个趋势形成了，有这个 momentum 了
但是不再便宜了。所以呢，你要强势股再涨10倍比较难一点。比如啊，举个例子，你现在要 Tesla 再涨10倍，哇，比较难一点；你要 Palantir 再涨10倍，比较难一点。但是它，这个未来几个月啊，再涨30%有没有可能？绝对有可能，而且这个机会也是蛮大的啊。所以呢，我个人是喜欢买便宜货啊，所以我是在更早的时候，在它还没有到强势股的时候就开始买它了啊。比如说啊，这个美团60多块我买了好开心。现在就不舍得买了，150多就不舍得买了，对吧？这是个其中的例子啊。小米现在35了啊，强势股啊，港股当中的少有的强势股，现在还这么强，对吧？那我就不敢买了啊，不舍得买了啊。但是呢，小米在8块多、9块多，包括它这个造完车之后在15块左右啊，那时候我就买了一点啊，这个但是现在太贵了，就不敢买了啊，等那些强势股的人去买了，对吧？所以呢，当时在9月初的时候，9月1号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过美团啊，美团虽然啊，在 GMT 里面我们是70块啦、60块啦、80块啦，这个时候分析了蛮多的，也是买了蛮多的，我个人买了蛮多的啊，但是我到9月1号的时候直播的时候也公开讲了，对吧？所以啊，付费的永远是早点听啊，这个免费的迟点听就这样啊，那已经算不错了，对不对？免费的都能听啊，那当然了，已经买贵了一点了。当时我们看个价格是113啊，113啊，后来曾经是涨到过200多啊，如果大家眼睛好的话啊，涨到215，我记得是215，因为我在215的时候有套现过啊，OK。那现在是150多啊，150几了啊，那就算现在跌下来150多，相对当时的113还是涨了不少的，对吧？那当然，如果像我一样在200多有套现的话那就更开心了啊。所以其实功课还是这个分享出来无论你是免费的看或者是 GMT 付费的看那人家享受第一波的红利。大家享受第二波的红利，但是大家在直播里面没付钱，对吧？那你当然有选择，你要 GMT 还是要免费的看，都可以，都有益都有好处，对吧 ？OK， 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到了9月8号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那个时候每个星期讲一次，那我们也讲到，除了美团之外美团是我最看好的港股。大家都知道公开的秘密了有跟踪我的都知道，美团从2019年开始，2018年开始，2018年的12月开始，当时是42块9我买过42块9，在2019年的1月1号2019年的1月1号42块9是我第一次买美团后来一直涨上去，一直涨上去，我一直有加到了大约130多就不加了。后来呢到400多曾经到了400多，我是在300多的时候放掉的那后来跌下来之后，我是一直看好的，所以呢在去年到这个105块跌下来的时候，我就不断加到60多块也一直在加所以这个赚得不错OK， 另外一个，特别是4月份开始我第二看好的就是小米我们在 GMT 里面我说密切留意小米造车成不成功。3月28号小米发布会，汽车一出来我就说哇顶广东话叫顶搞定一定很好，对吧当天晚上他就卖了好多，卖了8个月的那个量那现在还在卖都是卖得很好所以呢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不光是看车子我看的比较远一点赚车子只是一个产品赚还是不赚，对吧？我看的是它的那个能力开发产品的能力和雷军营销的能力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季度的赚的钱，也不仅仅是这个一款车卖的赚的钱所以当时呢我说顶啦，这个小米再一次的证实了它的软实力，它的 alpha 所以呢当时我是提了2个股票。那当然这是4月份的时候给 GMT 的同学，我到了9月8号的时候免费的直播再分享给大家。
当时的小米应该是21、22左右啊。OK， 现在是35啊。其实跑赢了特斯拉了。OK， 那当然 Rich 是分享特斯拉的啊。OK， 另外一个美团当时是113，对吧？113，刚才也讲过，现在是150多了啊，曾经到过200多了。OK， 大家有收获过的有看过的，有见证的都会分享一下那我们有互动多一点那 OK 好了后来呢到了这个是9月29号的时候，9月29号大家是很火哇，这个很亢奋，还看美股吗？都是看港股了，中 A 股了当时我们就在直播里面也讲到这个可能现在是严重的超买了，可能调整会短期内发生了结果是10月6号到了顶，开始就是慢慢的发生调整了所以我们也在高位的时候，10月6号我记得是 A 股这个放假回来复牌的之前一天，我在港股里面卖了很多 OK。 那后来呢，到了11月17号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当然其实在之前也讲过 YouTube 视频里面也讲过，刚才有讲过支持中港股市的5大利好因素，我们在8月份分享给大家的5大利好因素其中3个已经消失掉了这个火箭5个发射筒3个不见了，对吧？那肯定要减持一点要走了 OK， 所以呢也有提醒大家那好了，到了好消息就是虽然这个中概股这个港股这个整个大势的利好已经是结束了，但是呢个别的股票之前我们有做功课的股票表现还是非常好的除了刚才讲过的小米还是非常好的之外，那美团当然涨了这么多，调整一下也是赚钱的那还有3个股票是我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的Lemonade 我是去年2023年的应该是9月份在 GMT 做的功课到了2023年的11月左右吧它当时是我做的时候是12块11块涨到了17块左右，我就分享这个给免费的视频分享给 YouTube 的网友然后呢又浮沉到了这个今年的11月3号的时候它就开始又涨了那我们还记得在 GMT 9月份的时候，它的业绩报告出来的时候，我就说市场是错杀了 Lemonade， 它的发展是很好，但是它的股价一直在跌到了11月3号的时候，我们分享给了大家当时应该是我记得有一次我说大家留意之后，它有一个投资者的会议，投资者会议之后就有这个机会了他会这个CEO 是很好的沟通者，销售他的公司所以呢当时叫大家留意这个投资者的机会，我记得当时已经涨到了25、26，结果那个投资者的会一开就30多，一直涨到50多，30多涨到55左右那现在当然要调整了，不可能涨这么多，对吧？SoftBank 也卖了，它的高层也卖了所以现在大约是在40块左右但是也是从我们当时讲的这个25、26到30块，后来是很急的一下子涨到了这个50多当然50多还不走起码走一点，对吧？我是走了一点现在是负成本零成本 OK， 因为我把放下去的钱全拿回来了还有Chromadex 呢，我们也是在11月3号的时候同时给大家讲的当时也是给大家讲它是第一次这个收支平衡赚钱了，而且赚了不少钱，蛮好的，所以它的股价从3块多涨到了7块多当然7块多也是有点这个比较合理了我也是在6块多7块多卖走了一点所以现在也接近是零成本现在大约是5块左右，大约5块左右但是我们当时讲的时候大约是4块多也是涨，还有一点涨当然涨上去了又跌下来一下 OK。 那最近那一个就是最好的那一个就是何塞了何塞
我们是在12月1号的时候讲的，它的那个业绩报告出来非常的好，我们打锣打鼓的，在我们的会员区当天晚上就叫 GMT 同学冲进去盘前买盘前买大约是5块多，已经从3块多4块多涨到5块多了但是涨了这么多有人已经在卖了，我们说这个非常好的业绩，5块多我也加了最后一注到了9块多的时候我把最后一注放掉一半已经 almost double 了，基本上 double 了到了13块的时候我又再卖了一点现在也是13块多，我是13块8毛8卖了一点现在是13块5毛左右也算是不错的，我觉得是也是最开心的好多人看了这些直播之后在附图我们有这个留言区写最近还有人投票投我票在附图，所以呢也交流多一点在附图那里也有好多的人来感谢我所以希望大家这几个直播里面有看过都有一些启发了我们不推荐大家去买的大家还是要做自己的功课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的这个讲到这些股票，给你有一个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股票的研究从而受益的话那记得分享一下，我们也开心一下好了当然了，这些都是我分享过的Rich 也分享过好多我记得是经常讲到特斯拉特斯拉呢，我自己觉得当时欧洲讲这个给中国电动车加关税的时候，我就想到会不会有利特斯拉。OK， 当然后来还有其他的包括Elon Musk 跟特朗普的关系等等，使到特斯拉现在是涨了好多好多那 Rich 的技术分析呢，也是多次的看到和提到这一个特斯拉的突破包括是最早在6月多，6月多是我的分析，7月11号是他看到开始突破了所以如果你是看我的分析的话，6月份就开始买了如果你是看 Rich 的分析的话，那7月份也开始看到有这个突破了，当时是263了现在是多少钱我都没跟踪，大家可以告诉我一下特斯拉现在多少钱 OK。那好了那美股呢，我个人是没有买我刚才一开始有给大家讲过我是要专注在中概股、中港股市，Rich 是专注在美股这样是我们为 GMT 同学更加专注的不同的股票领域所以我在8月份的时候给了他一点钱，给了他50万，不是很多了50万给他点鼓励这个是我的钱不是送给他的所以呢这个是我给了他50万，说你帮我投资这个美股只是美股，不要其他的因为其他的我已经有了结果呢，他从8月开始到今天8、9、10、11、125个月里面有45.94% 的增长不错你说美股也很好这段时间美股 NASDAQ是不错涨了16%所以 Rich 是跑赢 NASDAQ 最好的股市3倍3倍它是 NASDAQ 3倍所以是不错的那当然你说这个恒生指数也涨了16%也不错A 股当时很差8月份的时候很差所以现在也是涨了16%所以呢基本上 Rich 是回报是这3个股票指数的3倍不错了5个月之内或者是你可以说那些股票市场加在一起就是 Rich 的一个回报所以也不错，他自己的那一个户口也是差不多这个成绩所以下一次 Rich 来的时候平时大家有留意 Rich 的话，都能看到 Rich 的一些提到的股票都是涨得不错的，好吧 ？OK， 所以呢，今年到现在我觉得看我们直播，大家有没有同感呢？有的话也给我们鼓励一下，留个言你觉得看我们直播，免费的直播有没有价值当然，如果你是付费的 GMT 的同学，也可以说一下 GMT 这个每一个星期5晚上有没有收到超额的价值 ？OK， 那当然还是那一点不要不懂股票不要我听了我们的一个号码
就去买啊，因为你懂得上车，不懂得下车啊，不懂得转弯，不懂得这个抱着一些错误的概念，哎，你不是看好 A 股的吗？你不是看好什么的吗？可能那个已经是6个月前的事情了，还是抱着6个月前的一些观点来投资的话，不懂变通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所以我是唯一一个叫大家，第一个不要问号码，第二个不光是不要问号码，如果你不懂投资的话，先学希望大家学好之后再去这一个投资，那就少输钱多赚钱了，是吧 ？OK 因为我们觉得你是赚不到认知圈以外的钱的就算我们给你一个号码，那个号码是很好的名牌是很好的但是你们买卖的时间点错了，买卖的价格错了，到最后可能还是会输钱的，好吧？所以呢，我们也感觉到当然你可以哪里都可以学但是我们感觉到我们自信，有点自信，我们的学习的课程是全世界可能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最好、最容易懂，导师最漂亮、靓仔的Rich 我说 Rich OK， 当然 Rich 的基因也是有我的基因的，所以有点自信是好的。OK， 好那广告就做这么一点好了，讲到今天晚上的主题了美股的牛市派对结束了吗？美股这个12月好像经常震荡的蛮多的有时候跌的蛮多的昨天晚上整个大盘没有跌太多但是呢，哇，这些我们看好的股票或者其他好多人喜欢买的今年涨了不少的股票，包括 Magnificent Seven 都一下子跌了好多对吧？好多人就在想美股的派对是不是结束呢？大家想不想知道？想知道我才讲想知道可以在留言区想一下讲一下当然了现在是400多个人，有点可惜，这么有价值的这个分析直播只有这么少的人看如果超过1000人，可以问一个股票一个股票的我的看法好，anyway第一个我觉得美股跌是应该的啦，涨了这么多了，是不是所以涨了这么多，有点调整是应该的那是不是这个牛市的派对结束了呢 ？The party is over 叫报警回家呢可能以后还会不断的调整那我们来看几个原因，为什么这次跌第一个，到了年底了，基本上下个星期1和2是最后2天的交易日了，最后2天的交易日一般来说这个交易量会少，所以呢这个基金机构投资者如果要等到最后卖的话是卖不走的这个成交量卖不走的 OK， 所以他们要提前来结算那一年他们的成绩那我们也要知道，基金经理年底的花红是看你那一年赚了多少钱的，对吧？那基金经理不光是要帮这个他的基金他的那个投资的仓位或者结算止盈 take profit OK， 他们也更重要的是看因为今年的那个利润不错年底花红已经拿到手了，已经能计算到手的花红已经不错对吧？如果这个时候股票市场跌，它损失了之后再涨回来那但是年底的花红就少了，要等到明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明年还有很长的时间，也有可能他们会换工作或者被 fire 被开除掉，是吧？所以呢这个基金经理一般来说到了年底了，有钱赚的，他们就会 lock in the profit 这个锁定利润那当然也会抛售股票，帮助这个基金锁定利润当然也有一些个别的这个人也是锁定利润所以这个第一个这次的抛售可以说是由take profit 锁定利润引发的第二个是基金的调仓什么事呢？举个例子一般来说想象一下，你是管理5000亿的退休基金的，可能你的退休基金或者是保险基金里面这个指标就是30%是债券，20%是股票，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对吧？那今年股票涨了不少所以到年底一看，哇，这个股票已经超过了
原本说的我股票20%的这个仓位所以他要调整把一些多出来的股票要卖走因为它涨上去了嘛，对不对所以多出来的股票要卖走，然后呢这些债券这个因为你整个组合大了，债券的百分比，债券肯定跑输股票的，在今年来说跑输了之后这个百分比少了，他要放点钱进去买这个债券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要抛售股票 OK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这7个股票或者是最近涨了不少的股票，包括 Lemonade 也跌了蛮多的那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因为这些涨得多的股票追它的人，这些人好多都是趋势投资者趋势投资者 Rich 也有教的，是不是所以大家学了 Rich 的股票之后，你是更能够看懂整个股票市场的运作了，对吧？他们其中一招 Rich 教的也是sell into weakness 就是涨的时候你不要太早的把钱拿走，因为你不知道它会涨多少的但是呢你就不断的把这个止损离场的价格调升调高一旦它开始跌的时候跌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你是事先调好了去睡觉了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 cut loss 止损的那个价格了 OK 所以它一下子这些股票往下跌的时候，触发到了这些止损的价位，引发了更多的抛售，然后更多的抛售引发了更多的止损位所以这是一个滚雪球的效应所以3个原因使到就昨天晚上星期五晚上美股的调整特别是那些涨得多的美股的调整是比较多的那如果是这3个因素的话不是太长久的，我觉得只是很短暂的一些震荡但是呢长远来说呢，大家要留意2个因素是使到美股或者整体的股票市场是比较担忧的因为整体的股票市场，世界各地的股票市场美国的债券收益率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数 OK 美国10年的国债收益率大家看到已经涨到了 4.63% 嘞我们一直在 GMT 里面有为大家追踪的，哇，涨到 4.3 了，涨到 4.4 了，涨到 4.5 了，小心了，现在是涨到了 4.63 哎，4.63是比上一次4月份的时候的高位差不多那么高了，对吧？当时是超过 5% 但现在 4.63 是很高的一个这个收益率所以这个肯定对股票市场是非常不好的我觉得现在调整还没有调整够如果你用这一个单一的因素的话远远要调整更多，跌更多才叫合理要不然的话我的钱不放在股票里了，我去买国债收息了也有这么高的股息，对吧？所以这个包括也是对企业借钱做生意，它的利息的成本增加了所以这也不利的 OK 那当然了这个也是它的国债收益率高了，使到资金跑去美国了，也使到美国的美国的汇率美元的汇率上去了108，也是蛮高的我记得9月份的时候我们说港股5大利好因素的时候，当时只有103，现在到了105了 OK 那当时呢对人民币也是跌到了7.0几7.05左右，现在又回到了7.3所以这个都是不利的所以对美国股票市场也不利，对港股中概股也不利所以大家小心有好多的这个基本因素是不利股票市场的 OK 就这样好了，我们再看看2025年美股会怎么样2025年美股呢，我觉得呢利好的可能是有的特朗普是个商人一般来说呢，特朗普上去的政策有利美国的大企业特别是减税啦或者是把这个制造业搬回美国啦或者特朗普出来全世界这个讨好处啦
都是利好美国的 ，OK， 但是呢，这个代价就是全世界来支付啊，美国好，全世界不太好啊，就这样啊，这中国要交关税啦，墨西哥啊、加拿大也给他开刀啦，那也有一些全世界生意难做啦，更多的钱跑去美国买国债啦，都有这可能啊，所以呢，美元会可能会很强，利息它有可能通胀会上去，那美国的经济会很好啊，导致通胀，也导致这个降息不太降了啊。我们也最近看到，这个其实我2个月前已经讲到了啊，美联储可能会影响美联储降息。特朗普一当选我就这样讲啊，那现在美联储讲到明年可能没有大家想象降息呢降了那么多了啊，所以这个已经是讲过了啊，鲍威尔讲过了，不是我讲过，我是之前有推测过 ，OK。那当然了，美股有利好的因素，但是同时也过去2个月也涨过不少大家就是已经是偷步预测特朗普上去之后有一些利好美股的因素，所以也涨了不少了所以这个就难以判断了，对吧？如果一点都没涨的话那可能会利好美股，但现在又涨得这么高了有没有获利回套呢？有很大的这个可能。OK， 有没有股灾的可能性呢？有但是我觉得10%左右，不是很高，10%左右的股灾。OK， 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如果跟中国的这个脱钩关系搞得非常差那中国当然会受损美国也会受损如果是有一些产生一些黑天鹅的话。那可能就是最大的股灾的一个原因，导火线了所以大家要小心，密切的留意。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参与美股的话，我建议不是为了卖课程但我真的建议大家好好的学好 Rich 的那一套技术分析，找到强势股，而且要灵活的保障自己的利润一旦赚到钱了，怎么锁定利润，怎么能够这个 right on the trend 这个涨的时候这个不要太早的走，但是要做好这个止损这些风险的管理所以 Rich 的这套东西我看过我觉得是做的非常非常好的OK。那讲到中概股呢，我觉得呢中国面临的经济的问题呢是很严峻的但是中国过去几年也是面对很多很严峻的问题，所以港股其实港股很大的部分，特别是我们关注的部分，都是跟中国有关系的所以其实港股跟这个中国的政策也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在整体来说的话，就是中概股了，包括美国上市的港股美国上市的中国的股票，或者香港的一些中国股票或者是 A 股那特别是港股和美国的中概股我觉得一定要密切留意中国的政策。中国现在政策出来是非常非常非常好了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了，大家可以帮我在弹幕写一下嘛，做个记录嘛。中国的政策是非常非常非常从来没有这么好的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有监管，还有房地产的政策，还有好多的政策都是非常利好的因为他们这没有那么好的话搞不定 OK， 但是他们所面对的这个挑战，从美国发起的挑战和他们内部自身经济周期，正好是经济周期这个房地产内房的房地产的泡沫的爆破等等所出现的问题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明年的港股和中概股都会非常的波动，非常的波动大上大下看得准的话会赚好多，看得不准的话会亏好多，亏损好多 OK， 因为整个市场就会看经济不好了跌了，哇政策出来了好了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密切留意当然788也会在 GMT 里面不断的分享 OK。 好，那我整体来说呢我预测明年股票市场没有今年那么好这个
我觉得明年是非常难玩大家可以帮我这个总结一下写在留言区。明年是非常非常股票市场难玩的这个风险大了很多，投资可能会得到的回报小了很多，所以明年的股票市场要高手才玩。OK， 你不是高手的话，我建议大家越保守越好，好吧 ？OK 越保守越好。OK， 你要高手的话有钱赚。OK 高手的话什么时候都有钱赚，但你不是高手的话，明年的风险大很多，明年的回报可能会少很多这个美股我觉得是这样，港股也是这样所以各方面都是这样那当然呢这个债券是债券超过，如果美国国债超过5%的话，大家可以考虑一下，OK， 5%不做了，OK， 这个OK但是我对美债也是有点保留的美元嘛，长远的美元我都是不太看好所以呢在这个整个框架下，我明年会把我的焦点放在工作上面这个财富金三角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财商导师得出来的，在2016年的时候得出来的那我说财富金三角缺一不可然后我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时候有拍过这个视频这个视频里面讲到当时这个新冠疫情了工作生意没钱赚了，工作很难做了，对吧？钱大幅度的降下来，特别是做老板的、做生意的你不是打政府工的有铁饭碗的那你的收入也会受到这很大的这个风险降低的风险 OK， 所以工作不好了。当年的时候，这个整个经济不好，房租也不好了，空置率也上去了，很多人都要求减租了所以2020年、2021年的时候还好，当时我的美股、我的港股记得当时还有个牛三都很不错2021年到7月份的时候都不错后来所以为什么不能只做一个？后来港股就不好了美股很好，但港股就不好了但是呢，这个工作其他房租还是不好，香港的房子还是不好所以如果当年只有房子的话，我就死得好惨了，变现在的新世界了新世界现在是不是连那个利息的支出都来不及支出了所以就是这样 OK。 那明年我觉得股票既然难玩了不是说完全不玩，但是我们要保守一点不要太贪心保守一点那房租的话，我个人觉得当然每个地方不一样香港的房租基本上赚不到钱的如果你是借钱去买楼收租的话，是赚不到钱的自制物业是个消费我不是讲自制物业我说的是投资，买楼收租的话赚不到钱的 OK。 所以明年我是把焦点放在工作方面工作赚多一点我的计划就是工作的收入提升10倍，可能是1年内，可能是2年内，把工作的收入提升10倍所以呢我每年的主题是不一样的。我是03年开始买房子，买到2019年年年买层楼，就这个时候讲出来的 OK。 2019年之后还叫人买楼的有些人还是教人家买楼的导师最近有一个新闻香港有一个叫人家买楼的导师他自己最近都在放楼，亏了好多亏了好多的钱，亏了大约20%走所以这个看准整个趋势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大家明年的焦点放多点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特别是现在有几个因素最近我看AI 的发展已经不再是AI 来了买 NVIDIA 啦 AI 来了买哪些股票啦，这些股票要涨的已经涨得不得了了，对吧涨到现在机会已经是叫这市场有效了，已经反映在股价里了那现在我觉得呢，下一步是如何应用 AI 的这些软件特别是有一些
叫 AI agent、AI 代理了、AI 的智能体了等等啊，怎么能帮助我们工作，加大我们产生的价值？这个产生的价值可能是涨10倍啊，所以我们的可能的收入也可以提升10倍，对吧？因为我们产出的价值多了10倍了啊，所以我们赚的钱也应该是多了10倍了。无论是做老板的，或者你是打工的，但是你看准了如何帮老板增长他们的盈利10倍，那你的工资也自然会涨上去了，是吧？所以呢，下一年啊，这个2025年啊，基本上我会放更多的时间帮助更多的学生啊去认识和应用 AI 这一方面啊，在工作方面赚多点钱，好吧？所以呢这个是我未来的一个我的看法啊，所以明年股票市场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楼每个地方不一样，香港也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啊，所以明年是放在赚钱的地方。我觉得明年赚钱好难嘞，又是贸易战，又是关税，又是特朗普2.0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地方的赚钱都好难了。美国我不知道了要看特朗普出来之后怎么样了，对吧？但是我觉得明年唯一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找到如何应用 AI 来提升自己的收入10倍或者以上或者是通过找到自己独特的定位、独特的价值、独特的像788我找到自己的定位，我如何可以服务大家，我如何可以创造价值把这个价值再把这个服务更多的人，更有效的帮助大家所以明年的赚钱的方向是在这一方面那最后呢，送个礼物给大家，一开始有这个 promise 有这个承诺，对吧？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掌声。明天晚上7点钟开始，我们预了3个小时有一个3个小时的时间，是一个不是在这里直播了我们是在 Zoom 通过 Zoom 内部的一个交流我是准备了大约60分钟的明年赚钱的5个关键，或者是学校没有教你的，特别是学校没有教你的，在新的 AI 时代的赚钱的5个关键非常重要那还有呢，就是我请了 Athena 也是分享平常大家听的 Rich 多，对吧 ？Rich 怎么讲股票啦？其实Athena 也是非常优秀，Athena 是我的女儿她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优秀，是在另一个范畴的怎么在新的世界里面做推广大家看到788 YouTube 这么多的粉丝我在 GMT 里面有这么多的人其实都是背后是Athena 在策划的所以他在这个 AI 的年代怎么能赚多点钱Athena 不是空谈的788赚的钱都是 Athena 搞出来的所以呢在这里也是很难得请了 Athena 来分享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我们的Zoom 有名额限制的所以呢大家快点报了明天晚上7点钟我们等待大家不要迟到我们会准时开始的所以明天也是互动的，我们有一些课程也会问大家一些 Q&A 大家有什么问题什么都可以明天通过 Zoom 来问我我也会在那里包括 Athena 也会在那里回答大家，好吧？那今天晚上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又美满的结束了，完成了2024年的最后一次的直播也希望今年2024年的直播给你或多或少在各方面都有启发，都有都有回报大家时间的投放都有回报那当然了大家如果这个今年有买Rich 的 RTA 的课程，技术分析的课程也在这里代表 Rich 感谢大家如果大家有买我其他的课程或者加入了 GMT 的话，也是感谢大家所以作为一个感恩的回馈这个社会的礼物，我们明天晚上也是再做一个公益课希望是帮助大家在2025年变化很大，一定变化很大，又是政治的变化，又是科技的变化在这里找到
赚多点钱的方法，要不然的话会被淘汰的很快，好吧？那我们明天见了，拜拜。